最近几年我注意到啊，有的设计呢，它已经不用螺栓，但是它用那个插销的形式，管片的安装，就没有实现自动化。这个以复杂的大自然为对象工程的认知不够，乃至有偏差或错误的，就是要不要设置20层级？隧道是在没有空间的地方人工开凿空间。是的。但是最近几年啊，因为我们有了机械化，就是这个管片呢，就是自动拼装，也就是机器手拼装嘛。那么为了实现这个自动拼装的这样一个效果，最近几年我注意到啊，有的设计呢，它已经不用螺栓，但是它用那个插销的形式，就是直接就是机器手上去以后，马上就拼上去，也不用螺栓拧了，因为节省一个人工的一个拧螺栓的这么一个工艺过程嘛。这样的话，它实际上这个结构的这个接头的刚度啊，就比小泉教授的这个刚度要大得多啊，因为这完全是刚性的。那么您认为啊，这样的一种接头形式和小泉教授提出的这个有一定刚度的柔性的这个接头，是一种进步呢，还是说是一种不同的设计而已啊？现在我们包括在我们成都这个西部的这个南宁的地铁建设里面也在用。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呢，这个也是我团队也正在做的。它不能说它是完全刚性。这个里面它也是可调的。首先这个插入的中间的接触条件，它不是绝对的钢材。连接件。连接件，这个连接件呢有一定的这个弹模可调。包括还有这个沟槽式的切进去。这个我们就 DDCI。这个是准备在长江的这个海苔隧道准备用的。这个我们的团队正好和这个朱荷华教授这个团队就一起正在做了个研究，说这里面呢，它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断面是超大了，超过16米了，就是对拱顶和拱底和两腰的外侧，它的抗拉就是抗弯的能力，它要求这么大，所以它会起到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加快这个施工的这个速度，提高功效。这个如果说刚才讲到了未来这个可期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在盾构隧道领域，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率先进入到人可以完全脱手的阶段。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管片的安装，就没有实现自动化。生产的流程过程里面，我认为是高度自动化的，就拼装是一个卡点。所以这个里面可能还需要这个我们这个隧道工程师，这个科技工作者，尤其是我们自动化领域的这个国行国业的同仁们呢，一起来攻克这个问题。我们谈到现在啊，就是讲的都是一个隧道的一个新的技术，高质量的发展啊，就是高科技。但是呢，在我们隧道工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碰到另外一个，就是低水平的问题。不能说经常，也是偶尔还是会有这个安全事故，是吧？那么这些安全事故当然是和那个工期啊各方面的效率各方面可能是两者之间可能是一个矛盾啊。有的时候要想抓紧施工进度嘛，快了嘛，有些该有的必须的工序没有去做好，然后导致了这个安全事故。所以从这个上面，就是安全冗余度和施工效率各方面，这个矛盾您是怎么来看待的？事实上啊，隧道与地下工程，发生这个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这个工程事故，不仅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呀都有发生。我首先讲啊，大部分的隧道工程事故还是管理上的问题，就不说哪个地方一塌方，就是这个设计有问题，施工没控制住，以标准化的管理体系，严密的监控制度，甚至包含质量，以3连隧道来讲，如果你真正是把铆杆是做到位，钢拱加到位，喷射混凝土的厚度，尤其是那个时间做到位，很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同样的道理，在城市环境这些包括水下隧道也产生过。这个我说有时候啊，这个城市里面塌个坑儿，人家都问我你是搞隧道的，你看你们技术上也有问题。但是我最后经过调查，
经过剖析，发现很多是观念上的问题。第二个，确确实实还有我们对隧道工程这个以复杂的大自然为对象工程的认知不够，乃至有偏差或错误的，这个是有的，这个不能回避。所以也是在经验的总结和失败的教训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进步的。所以我刚才谈到的这个工程事故和安全拥有度的问题啊，我是这么看的，有个近期和远期。曾经我带着团队做过一个课题，就是怎么把这个管片里面的钢筋把含金量降下来。当时是很努力的做了。最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都是在现有既定的条件下和设计寿命之下，尽量去节约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做了之后，我发现我们应该有一定的荣誉度，留给他在设计寿命时，或者叫服务期内尽量的少去再投入，这是第一个。你看着我省了一点，结果后面出现的问题更多。第二个，我也是对隧道这个的一个寿命的一个期许，我的一个期待。以这个登沟隧道为例，这个经常有个争议，就是要不要设置20层期。这20层期要不要设置？从3年隧道来讲的话呢，我们铁路隧道、公路隧道目前主打的几乎不是全部，也是99%以上吧，都设置了20层期，20层期。但是20层期有相当多，有多少呢？我想80%吧，应该这个数量是有的。尤其是动身段，它的受力基本上是也就是自重的那部分荷载。但不能因为它就说那个20层期就没用了。但是因为我讲到的，我们是对维业的认知它的流变现象，荷载的转移，过了30年、50年，可能20层期它就会存在了，发挥作用。或者当你这个锚杆里面的钢拱支撑开始失效的时候，衰竭的时候，20层期就发挥作用了。同样，登沟隧道那个20层期，钢筋混凝土管片装配式结构，从设计上讲都可以达到要求。我100年，这个可能大型的跨海隧道什么的，有的尝试都用120年。好像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就是比这个设计寿命年限更长的这个设计了。但是我就是有一个对我们隧道工作者的一个共勉的一个东西你现在在城市，我们地铁网、城市轨道交通超过1万公里，已经建成的绝大部分是在地下线路，尤其是地铁有很多是在地下走的，对不对？是主打线路。走到上面，你到达设计寿命，拆除重建，是不是？做隧道的寿命不能够仅仅看乘气结构失效以后就把它报废掉。我觉得要把它宝贵的这个既有的空间利用起来。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讲，隧道及地下空间、地下工程所形成的地下空间，应该让它永恒。因此，刚才回到前面你提到的对支付结构的理解的上我认为支付结构要是可更换的，应该是有生命的。所以谈到永裕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应该适度有永裕。隧道领域的王木树教授，他提到的，我们搞隧道的要留给子孙后代，要留给他是遗产。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如何能保证它的安全？您认为为了延长隧道的寿命，比如说要超过100年，有没有必要在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意的把隧道的断面放大？那么以后的话呢，一旦隧道发生了老化了什么这些问题，能够里边再有个空间，再加一层层漆。不同工华建造的隧道的寿命问题，这个一直是目前我们重点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搞隧道的这方面的人想干的一件事情。首先我自己是这么认识的，这个我们隧道工程是以自然介质为对象，就是把没有空间的一个地方是沿途体
人工的开凿出一个空间。因此我的这个结构，包括这个深入这个围堰内部的或表层的衬砌结构，都是为了维持这个空间。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隧道里面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投入点就是维持这个空间，就跟我们在既有空间建桥梁、建房屋结构不一样，因为我们空间是成立的，只是把它围起来。所以说隧道里面的寿命不能够仅仅以支付结构、丧失工作能力来判断。那么它丧失工作能力以后，我用新的支付结构去顶替它或者修复它，我只要把空间能维持，我的寿命就可以延长。应该把这个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维持既有的人造空间作为一个出发点。刚才你讲的这个适度把我们的现界放大一点点，这个方法是不是一个方法？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实现的途径之一。正如在第一个问题里面，如果我具有条件，比如在山顶隧道，以自然掩体，就是利用它的自稳能力来更换衬砌，乃至于对它内部的一些支付手段进行更新，就可以延长它的寿命，达到长寿的目的。而对于这种软土类的有明确的荷载作用，对吧？主要是靠比如说装配式管片层结构来维持这个空间的这一大类结构。首推这种邓沟隧道，以这个为例。事实上的话呢，在大型工程，比如说越江跨海的工程里面，一直是有争议。这个海外的有一部分工程是修筑了20层砌，所以这样才能有效的保证它的使用寿命。我们国家的目前的公路隧道、这个地铁隧道，绝大部分的是单层装配式管片衬砌结构，并且的空间呢卡得比较实，余生的空间不是太大，适度的扩大空间，但是不急于修筑20层砌。为什么呢？现在的单层钢筋混凝土管片的设计寿命呢，我们是靠它外界有侵蚀作用的时候，这个混凝土本体的这个寿命，还有这个裂纹张开以后对钢筋的侵蚀，以这个来作为我的设计寿命的起点。也就设计院设计一个海底隧道的时候，在使用的有限年限之内，理论上是不会让侵蚀体，比如氯离子、硫酸根离子接触到钢筋的。从这个接触那个点开始，就是寿命的终结。你这个我觉得太浪费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如果能有补充的手段，在这个时候我再修一层新的20层去，花很少的代价，就可以维持住我这个宝贵的地下空间，那这个寿命就可以延长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多投入这么一点点的，而为我们后人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甚至我的设想就是这一层20层砌，甚至我认为它以后还有条件不停地更换。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寿命就不是100年，也不是200年，而是更长时间。我相信科技的发展，我们的后人比我们聪明。我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隧道的寿命要强于其他的，也最有希望在现在我们着手做一件事情之后呢，能够把我们这个已经建成的庞大的地下空间的这个网络把它维持住，不同的里面加内衬都可以提高它的寿命，这是最朴素的方法。但是我认为今后后人们不会仅仅加这么个东西，而会一定是要植入到内部的，让这个衬砌，让我的支付结构成为一个有机体，对吧？所以现在我们想象，我们现在以1万公里城市轨道交通，以地头占绝大部分的线路，到了100年以后，难道就把这些空间浪费掉吗？一定要利用起来。如果是上部结构，比如桥梁我把它拆掉之后重建，隧道一定要置换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个从隧道的讲就你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的支付结构你也问过我觉得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让隧道的支付结构成为一个活着的生命体，与我们的自然掩体、自然的地层永存这是我觉得作为这个搞隧道的一个梦想。